Hello， 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聊一聊《博德之门3》这款游戏，我的一些游玩体验以及一些新手入坑的分享吧。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游戏，我一共是玩了3个周目。第一个周目的话，我就是走正常线的一个塔夫的路线，大概游戏玩穿呢是花了161个小时吧。我这种就是完全的从新手什么都不懂，就慢慢自己摸索开始玩完的1周目，大概花了这么长时间。可能我有点强迫症，舍不得错过任何东西，所以1周目时间玩的特别长。然后第2周目的话，我是走邪念的路线，邪念的话我基本上就是94个小时左右，然后把第1周目错过的一些东西，然后走不一样的剧情，然后一些有的东西能读档的就读档，多看一些不同的剧情，也花了将近100个小时，94个小时。然后第3个周目的话，我就是还是走邪念，但是我走的是好人的路线，然后打了各种 model， 还有那个什么多人队伍啊，一些难度啊，那个荣誉地狱模式啊什么之类的，把 model 全部打齐了。然后最后一个周目花的时间就更长，因为那个怪的血量都是5倍以上，可能是甚至是5倍再加那个难度叠加，然后人又多，可能战斗比较花时间。这最后完成了花了190多个小时。然后说说我对这个游戏的看法吧。觉得这款游戏的话，确实玩是挺好玩的。反正就是除了新手入门槛比较高以外，我基本上挑不出什么太大的毛病。还有就是，如果你不玩战棋类游戏的话，估计这个游戏可能你就不会感兴趣。如果你能接受战棋类游戏，这个绝对是就是目前我个人我觉得见过战棋类游戏里面最好玩的一个，我几乎挑不出任何毛病。然后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游戏的新手入坑的一些技巧吧，一些攻略吧。首先这个开始游戏有普通玩家，就是基本上就3个难度嘛，一个探索者、平衡还有硬核。一开始新手玩家肯定是不建议玩这个荣誉模式的，因为荣誉模式的话只有1个存档，而且你每次读档以后你必须要存这1个存档，你如果在这个存档里面战斗失败的话，那你这个游戏就几乎就是你就是已经失败了，你就必须要重新开始。所以荣誉模式的话建议新手不要尝试。一开始的话新手如果什么都不知道，选平衡模式基本上就可以了。硬核的话对于新手可能有一点难度，所以选平衡我觉得就可以了。好，我们先进游戏看一下选人的界面吧。这个开场动画我就跳过了，这里我直接跳过。好，这个开场动画完了，一开始进来就是一个选人界面，这里会有一个重置教学，这个教学就是你如果没第一次进来是可以稍微看一下的，我这里就不重置了。然后游戏默认给到的起源角色有7个，我一开始玩的话，我几乎我没玩起源角色，除了我第2周目玩的是邪念。我也是一开始在网上搜，别人都说一开始建议玩的话，你想体验所有角色的那个剧情，又想角色多一点，一开始可以自己自定义一个角色比较好一点。就是自定义，像这种就是自定义，这自定义角色就是你在游戏里面也会碰到这些起源角色，除了邪念，其他起源角色6个起源角色都能碰得到，他们都可以加入你，剧情基本上也不会错过。所以1周目建议大家就玩这个自定义角色就可以了。因为玩邪念的话虽然也是另外一个视角，但是邪念的话对新人我觉得不太友好，因为很多剧情怎么说，它容易一个是有点太黑暗了，还有一个是容易错杀队友，你要一个选项没选好的话，这个也会有点郁闷。然后出身这会有种族选择嘛，这个种族的话我觉得有些就可以排除了，像什么颜值特别丑的半兽人啊，什么龙裔啊，什么诸如这个矮的什么半身人，基本上可以，如果你是颜控的话，这些基本上都可以 pass 掉了。能选的也就那么几个，半精灵、精灵，还有卓尔、人类、提夫林也勉强可以接受吧。然后这些都是可以排除，祭祀样机人估计大部分人也接受不了。然后这种族里面的话，其实这个种族特性里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就是精灵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擅长的武器呀，然后半精灵擅长武器，然后会多一个什么那个就是妖精血统，就是可以在那个睡眠后面检定中获得优势，这个影响不大，说实话，可能种族优势这个像这个铁斧林的这个抗火焰的这个还不错，然后卓尔的话跟那个精灵也差不多，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然后人类的话就是负重多一点，然后另外可以加一下那个手链像，技能手链像，这个也没有，这个倒无所谓，其实主要还是看颜值吧，我觉得选的，因为这个种族特性基本上影响不大。然后再来看的话，然后这个另外就是这个精灵种族的话，它一开始可以多一个精灵戏法，这个火焰精灵戏法这个初期前期还蛮好用的，这个还不错。但是人类的话一开始就没有这个精灵戏法了，如果你选择不是法师的话，你可能就会少一个戏法，这就看取舍吧。然后戏法里面也分为这些魔法，这些我觉得一开始新手进来可以不用看，你如果看的这些东西太过于较真的话，很容易劝退的。反正这些就基本上略过，我觉得一开始。然后大概看一下职业吧，职业新手推荐的话就是野蛮人、什么战士啊这些直接砍就行了，还有像武僧啊这些，但是最推荐的新手还是圣武士。这个就无脑的那个升2级以后，后面就直接无脑的那个制胜斩就可以了，然后前期又能能打能扛，这个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无脑的话就是战士和那个野蛮人吧这些，然后其他职业你如果是新手不想看得太复杂的话，可以后期再摸索。而且这个游戏的话，它命中率前期是很低的，特别是一些法师，前期法师的命中率特别低，所以前期新手是不建议玩法师的。不然的话很容易劝退，玩得很郁闷。然后这个游戏背景的话，就是会对应一些相应的那个技能。技能的话，一般这个选择前期比较有用的话，威吓还有那个游说啊、欺瞒啊这些用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巧手的话，你一般队伍里会有一个阿斯戴伦。就是巧手偷东西嘛，那个偷商人东西，这个技能也比较好用。一般队伍会加入一个阿斯特人，所以主角有没有巧手这块倒不重要，无所谓的。然后还可以编辑外表了，就可以选男的女的。然后也可以在网上下一些那个脸模，比较好看一点的。你像我第一个周末我就是用系统默认的，然后后来我就下了一些那个 model， 我发现加入一些 model 游戏体验会更好一点。就有些 model 它是不影响那个你游戏本身的那个游玩体验的，不会影响游戏难度，应该这样说。然后像头发呀这些都可以，头发也有 model 嘛，加一些比较好看的头发呀。都可以随便改。这个游戏玩进去的话，体验还是很沉浸的，而且里面的剧情也比较任意，什么剧情都可以自由选择。就是同一条线的剧情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会有很多不同的结果。特别是第一次体验，完全感觉很新鲜。我这里随便选一个角色进去，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操作界面吧。然后另外这个就是游戏分为这6大属性，然后力量、敏捷、体力、智力、感知、魅力。这些力量决定的就是一些你的那个近战武器的攻击力，还有一些跳得远不远的，还有那个以及推人、丢人的这些技能的那个成功率。然后敏捷的话就是远程攻击的那个远程武器的攻击力，还有一些灵巧系武器的那个攻击力，还有会影响那个护甲值。然后这个游戏的护甲值就相当于是你的闪避率，就是你护甲值越高，敌人就越难打中你。然后体质的话，就是你体质越高的话，你的生命值
还有耐力就越高，最大生命值也就越高。然后智力、感知和魅力就是对应相应的职业了，像法师就是智力会影响那个施法的能力，然后感知的话就是德鲁伊、什么游侠啊、牧师啊这些，然后魅力的话就吟游诗人、圣武士、术士啊、邪术师这些。后面3个基本上就是法系类的，就所有施法相关的一些东西。啊，我现在进游戏再看一下吧。然后这里开始会需要你捏一个守护者，守护者的话，这个其实出镜率很低，它后面会在一些剧情里面，后面会在剧情里面出现来帮助你的。这个你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捏一个人脸。然后我这里就直接开始了。啊，这个动画剧情这个出来一开始是在一个在一个夺心魔的那个飞船上面。那首先这边是装备的物品栏、道具栏，然后这就是人物的一些装备。这个基本上，这右边这3个是不带任何属性的，就只是影响游戏人物外观的这个衣服。你看这个隐藏是把这个护甲的这个带属性的那个装备衣服给隐藏，然后就直接穿那种营地内的衣服的那个外观。你看这些就是什么外衣、鞋子、内衣什么，这些是不带任何属性的，就是提供观赏性的。然后这些就是带属性的，像这个护甲值，还有这个什么鞋子啊，后期会有什么手套啊、披风、头盔这些。然后这里就是武器，武器可以，如果是单手武器的话就可以装2把，然后是灵巧的话默认就可以装，如果不是灵巧的话后期要学一个双手技能就可以拿2把武器。然后这边就是远程的武器，然后这个是可以放火把的，这个是可以放一个乐器的，然后这3个是首饰，首饰也会有属性，然后后期的。然后物品栏的话就是这边物品栏，它有的物品会有带分类，像这个物品就是营地补给，就是这个游戏你如果属性，比如说生命值和你的魔法值什么的那个，你用了一定的程度，它是没有办法在游戏里面自己休息恢复的，它必须要在里面使用什么魔法恢复技能啊，或者是吃一些药水。然后你想补全所有的状态的话，它这里会有一个进入营地，因为我现在是在序章进入不了，等后期序章结束了以后，第1章你在外面就可以进入营地，在营地里可以休息。但休息的话要全部恢复的话，它就需要这个营地补给。然后营地补给的话，你看这里面就有一个，一般是40个营地补给就可以完全恢复所有的状态。然后你在游戏后面扩级过程中可以收集一些营地补给啊，什么就是一些食物什么的之类的。然后这个炼金术小袋就是收集一些可以制作药水和一些道具的一些东西，就是一些游戏类的道具。然后这个钥匙栓，它很多物品它都是有一个大体的分类。然后就看一下这边吧，这个游戏简单操作就是鼠标左右键，然后 Q1 AD， 然后 Q1 WAD， 这是前后移，然后 Q1 是左右转向，基本上就这几个可以调整视角，这已经够了。你要习惯操作，手练一下就可以了。这个视角是可以随意转的，然后鼠标的那个滚球也可以远近拉伸，然后都可以拉伸。然后操作的话，这一块游戏里面就是一个跳跃，这个跳跃就跟你力量相关。你看有的人，你这个如果你选的力量越高的，它跳跃的那个距离就越远。如果你是个法师的话，你跳的距离就很短了，可以跳的距离很短。然后躲藏就是你蹲起来的话，你可以看到敌人的那个一个可视区域，就是一个红色片的区域。你如果进入它红色片区域，它就能看到你。如果你在红色区域以外，你下蹲的话，它是看不到你的，它很难它是察觉不到你。然后这个投掷的话，就是可以捡一个东西，然后投出去。你像这个提示太重无法投掷，因为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怪物的尸体，夺心魔的尸体。我现在的力量无法投掷这个东西，
像有些小东西要是捡起来的话，你可以点这个投掷，在后期投掷还是很有作用的。特别是野蛮人，基本上是后面有很多野蛮人玩投掷流还是很强的。你看这里，比如我随便丢一个东西，武器，看投掷，这种丢出去，这打到敌人也会费血的。然后东西还可以捡起来，不断的利用。投掷后期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投掷，这个游戏很自由的。很多东西，包括一些什么水啊、火啊，那些火瓶什么，任何东西好像能丢的东西，这样能拿得起的，都可以往别人身上砸，都可以丢。然后疾走的话，这个就是给自己加速，然后移动速度快。但是这种自由模式，你看疾走好像没什么用。其实它是你一旦进入战斗，它是有回合制的，就是你一回合只能走这么远。如果你按疾走的话，那你的距离就可以超出你开始的那个范围，就会增加这个移动距离。然后进入回合制，它都一般会有一个，这里有个动作，还有一个附赠动作。像我刚刚用疾走的话，就是会使用一个动作。你移到疾走这里，它这底下不是会有一个，底下会写一个动作嘛？就说明你要做这个操作，它会需要消耗你一个动作的那个资源。然后这个附赠动作的话，你比如说点哪些是附赠动作，像这种推人呐、跳跃啊，还有什么萃取，这些还有什么吃药水呀、这些东西都是使用附赠动作的。然后撤离的话，就相当于是撤退嘛，这个就是逃跑的意思。然后这边刚刚附赠动作也说，这个就是推人，就比如说你前面有个敌人，你这个推他的话，他会有个箭头，你是一般是直线，你可以推多远？如果你是力量型的话，敌人体重又比较轻，你推的距离很远。假如说他在悬崖边上，你这一推就可以把他推到那个悬崖下面。这样有的那种很难缠的敌人，但是又比较轻、比较好推的话，这种情况是可以跳到他那个离悬崖比较近的地方，然后把他推下去，这样战斗会轻松一点。这还有什么捡起临时武器攻击，这个没什么太大作用。然后协助的话，就是你人如果生命值降到0的话，他不会马上死亡，他会判定，然后有个死亡后面检定，然后你死亡检定他也会掷骰子，就是你一般你如果没死的话，你检定成功没死的话，那你还属于那种倒地状态。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旁边有个队友，你点这个协助的话，点一下他就可以以1点生命值重新站起来，这样的话他还可以继续参加战斗，这样也不会死。前期这种协助还是蛮有用的，因为前期开始没血，没这么多药水去给队，没这么多药水，团队没这么多药水的资源。然后这边红色的话就是战斗了，这个普通攻击。然后这2个普通攻击会有2个技能，这个一般是武器附带的技能。你看，那这里武器，你按 T1的话就可以介绍武器附带的这个技能，有一个劈砍，还有这个割裂，这个准备。你看这些的话，它都会消耗一个动作，然后它会写，像这个底下会写一个短修，就是说明你就是说这个武器。你要如果用了以后，你要再恢复这个技能的话，就一定要短修一次。这个游戏它分为长修和短修。像我刚刚一开始说那个营地的话就是长修，然后短修的话就是这里。短修的话，它每次长修以后会补给2次短修，每次短修恢复50%生命值，然后也会邪术师可以恢复一些那个法术位。然后这边会另外有一个戏法，像这里就是有个戏法的资源。你像我刚刚因为选的是精灵的话，默认天赋它会带一个火焰剑的戏法。这个释放戏法的话就不需要任何法术位，只要你有动作的话，你都可以随时放戏法，只要有动作资源就可以放。但是戏法这个命中率跟早期的命中率相对还是比较低。然后这个游戏大概就这样，然后上面这是地图。一开始我觉得很多细节不用刻意去琢磨了，像类似这种啊，什么力量、敏捷那些，你只要大概是什么用，大概知道它什么用就行了。像什么一些什么豁免检定呐、这个检定那个检定，其实不用搞得特别清楚，你玩着自然就知道了。如果一开始想把这些全部摸清楚的话，很有可能你就直接劝退了。也说白了，如果你
你把什么东西都摸清楚，那种太有目的性的话，这个游戏一开始也没太大意思。这样，还是在游戏过程中慢慢摸索吧。它后面检定所有的那个豁免的话，检定的话都是就是你遭遇了一些不同属性的攻击或者是一些不同状态，它需要你进行一个豁免检定的掷骰子，然后你骰子直到那个你骰子判定，如果你豁免检定通过，你骰子的那个数额支出来比他要求的那个点数要高，那你的那个豁免检定就成功了。如果你点数比他低，那你就失败，失败的话就会遭受惩罚，掉血啊，或者是什么那个剧情上的惩罚，大概就是这样。其实一开始也没什么太大纠结，就顺着剧情玩就行了。而这个游戏里面剧情呢还是蛮有意思的，但是也确实很真实，有的东西那个也挺血腥的。You realize you're talking to an intellect devourer, a minion of the mind flayers who abducted you. Remove us from this body, from this case. Free us. 你像这里，它就会游戏里面经常会有一些选择，你那个用哪种属性来通过剧情，可以这样理解吧？你像这种，如果你敏捷比较高的话，你通过敏捷，这里会有个难度等级嘛，10，然后是一个那个20面的那个骰子，然后你只要直到10以上的数字，那这个就算判定你这个成功了。然后底下会有一个这种+1，然后这种，因为你刚刚选的是敏捷，敏捷+1的话，它就会给你掷的骰子的基础上再加额外1点，然后的话会增加这个成功率。这种它会掷一个骰子，好像这种骰子16，然后+1 17，大于10了，这种就成功了。成功的话，它这种点继续，然后它就会判定你下面的剧情。From the skull. But you notice an opportunity. You could cripple the strange creature, making it more subservient, should it prove a threat. 还有这个游戏的1和20，就对应的那个不成功和绝对成功，就不管你掷多少，不管这个等级难度要求多少，你只要是掷出来那个骰子是1，你后面附加的多少值都是无效的，就是一定会失败。然后就是分为大失败和大成功。你20的话，它就是一定成功，不管你这个难度要求多少，就是说你有20%的概率就是一定会成功，然后20%的概率一定不成功，这样。然后其他的骰子就是按正常的那个加减来了。那这期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吧。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尝试一下玩一下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整体还是不错的，而且这个里面游戏也有很多那种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我这里也不好讲。那这期就这样了。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声音录制的视频，希望大家能给个3连支持一下，谢谢了。